大家好，我是每周都会和你去探索香港的 Andy。那我今天要和你们去探索的是中环。中环这个名字源于19世纪华人对维多利亚城分区的称呼，四环九约。四环分别是中环、上环、西环和下环，而中环就是当时城区中最核心的一环。当年这里不只有警察总局、监狱、法院，甚至是海军基地也在这一片地区。那我们今天的路线会延续着上一期尖沙咀的结尾，从尖沙咀乘搭天星小轮到中环，但因为我早期就有拍过一些关于中环的景点，所以今天就不会去走热门或重复的路线，而是会去探索一些小众且冷门的景点。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尖沙咀的天星码头，也就是上一期结束的地方。那我今天要和你们去探索的第一站呢，就是在海的正对面中环码头。那我先带你们去坐船吧 ，Let's go。天星小轮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80年，一位叫朵拉举的波斯拜火教徒所成立的九龙渡海小轮公司。他们的第一艘船便是叫做小星号，在1898年公司被九龙仓收购后，才改名为我们熟知的天星小轮。虽说横跨维多利亚港只有短短几分钟的航程，但这短短的几分钟却有幸荣获了国家地理杂志的美誉，被誉为人生50个必到的景点之一。好，那我现在已经到中环码头了。那我相信中环码头这里呢，就是每个人来香港都一定会到的地方。但是在中环码头这里呢，其实藏着一个海事博物馆。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留意过。那我带你们进去看一看吧。中环码头其实已经经历了4次的搬迁。第一代中环由于还未填海，所以当时的码头其实是在汇丰银行的门口雪场街。直到50年代中环开始填海后，才从第3代不断的往外移动，直到2006年才搬到我们熟知的位置。而现在的中环8号码头里面就藏着一个海事博物馆，里面记录了香港从渔村发展到国际港口，甚至是香港刚开埠时与海盗搏斗的故事，也都被一一记录在内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逛完了这个海事博物馆，然后接着我们的下一站呢就是沿着天桥，然后往市区直走。Let's go。我们走到啦，就是天桥的这里，即将要被清拆的香港邮政总局。那我带你们进去里面打卡看一下吧。现在的邮政总局也是第4代了，它建于1976年的现代主义建筑，而它的上一代是位于毕打街和德辅道中的交界处，是一座英国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物。虽说以前的邮件主要都是靠船运，所以必须靠近码头，依海而建，但它却不是因为填海而被迫搬迁的，而是因为当时新建地铁，所以才被清拆。那现在这个邮政总局呢，也将迎来它的结局。因为中环海滨的发展计划，所以这个邮局预计将会在2027年清拆。那有兴趣的朋友就要趁现在赶紧来打卡啦！
但记得带上宝贵的小本子来收集邮政印章哦。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逛完了这个邮政总局。那另外顺带一提，就是邮政总局的旁边这里就是中环大会堂。那现在这里呢是婚姻登记处。那我今天不结婚就不进去逛了。那改天你们谁结婚再自己来逛吧。那我们接着下一站 ，Let's go。好，那我们穿过中环大会堂旁边的地下通道之后呢，就会来到这一个终审法院。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终审法院建于1912年，是香港的法定古迹之一。这栋大楼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楼顶的蒙眼的泰美斯女神雕像，象征着法律大公无私。另外，《英雄本色》中发哥点烟的经典场面就是在这个法院的门口拍的。那里面呢是真的还有法庭的，所以是不可以进去的，只能在外围打打卡。那我们接着去下一站吧 ，Let's go。好，我们终于走到了，这里就是下一站，就是这一个都爹利街煤气路灯。对，对。这条花岗石楼梯建于1875年至1880年间，在楼梯的4个角立着的便是香港仅存的4盏煤气路灯。这4盏煤气路灯在1979年被列入了香港法定古迹。那我想来这里打卡的最大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这里有非常多经典的影视作品在这取景过，例如是妹姐的 MV《梦伴》，哥哥的《金枝玉叶》，还有星爷的《喜剧之王》。看完了这4盏煤气路灯之后呢，就带你们去下一站。那下一站呢，其实就是在它的旁边，就是在那易碎会。对，那我们 Let's go。坐落于兰桂坊后面的这个易碎会，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来打卡过。它其实就是当年香港牛奶公司的牛奶冷藏库，现在已被列为了香港1级历史建筑物。那如果想知道牛奶公司的故事，不妨可以打开我探索薄扶林的那一篇。那现在这个大楼也被活化成了推广艺术的展区，这里常常都会有一些关于艺术的展览，并且刚才所提及到的金枝玉叶也在这里取景过哦。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逛完了这个易碎会，那我们接着呢就沿着楼梯往上走几步，就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啦 ，Let's go。
我们走到了，就是这里，香港的第一个公园——香港动植物公园。那我带你们在这看一看吧。香港动植物公园，这个公园的原址便是香港总督府的所在处。那因为总督还兼任三军司令，所以又称兵头公园。那我相信听到兵头这2个字，有看过香港探秘地图的朋友肯定会联想到都市传说。但如果你对这类感兴趣的话，你不妨可以看看更早期的12传说，那里面有关于兵头公园不一样的都市传说哦。那现在这个公园是免费的，里面也有不少的动物可以去认识哦。刚才我在逛鸟园区的时候，一直听见有一个声音，就是喊着“婆婆婆婆”。然后呢，我凑近一看的时候，才发现原来是有一个阿姨在教那只鹦鹉抱抱。只要是晚上有胆小一点的人经过，感觉又是一个都市传说了。那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，请帮我点个赞和关注，谢谢。那我是每周都会和你去探索香港的 Andy， 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